诶，这一边的，等一下，这边的网子怎么是封起来的？理论上这应该，如果是为了进风的话，应该不要封起来啊。大家好，这个影片要来跟大家开箱一个庞然大物。哎呦，好，这是 Synology 的一台 NAS。哦，箱子里面还有一个箱子。OK， 把它拿出来，这边可以看得到型号。那把它转过来，好，可以看到这个型号是 DS1821 Plus。这台 NAS 有8个倍 ，OK， 所以可以插8颗3.5寸的硬碟。好，继续开。那之所以会买这台 NAS 呢，原因是因为呢，我原本有租用 Google G Suite 的企业版。那 Google G Suite 的企业版呢，原则上是可以不限容量哈 ，Google Drive 可以储存不限容量。但是呢 ，Google 最近有一个改变，服务条款会有一个改变，那已经知道消息了，就是说呢 ，Google 会开始改变无限储存容量的这个方案，以后变成不能无限储存容量了。因为我已经在上面存了差不多40T、50T 的资料，所以呢，我必须要从云端逃下来，逃到地端来了。就来买了这台 NAS。好，那它有一个盒子跟一个说明书。那说明书应该是不太需要看，但是我们还是稍微确认一下，跟平常使用这些机器的方式应该雷同。哦，好的。好，这边有一条 Power Cord， 一条网路线，2条网路线。一个钥匙，还有一包螺丝，螺丝应该是用来锁硬碟用的。好，2条网路线呢，看它的规格是，这是 Cat51 的线。好，所以有2条 Cat51 的线，包括钥匙跟螺丝。好，那这是它全部的配件，配件盒里的配件先放旁边。那我们要来开这个，拆这个盒子的。好，那我把画面调近一点，继续开。拆东西都是很小心翼翼。好，这真的是一台庞然大物。它的背面 ，OK， 背面有2个，这应该是12公分的风扇。Power Supply 插的地方。好，这里有个 eSATA 4个 Gigabit 的网路，3个 USB 3.0 或 3.1 的连接口，这边还有一个 eSATA 2， 然后这边呢是可以插一片 PCIe 的卡片，可以插实机网卡这样子。然后这边有一个防盗锁，侧面呢没有东西，这边有 Synology 的标志，然后它是有洞的网状的，所以这边应该是进风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有 Synology 标志，然后它后面是网状的孔，可以用来进风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正面是可以进风的地方。好，那正面呢，这边还有一个正面，这边还有一个 USB 3.0 或 3.1 的插口。上面呢有 Power Button， Status Alert，LAN 1、2、3、4，总共4个 LAN。好，那我们就要来开始安装。那首先请出罗赖吧。好，我先来拆另外一个盒子。我买的时候呢是有加买一片 10G 的网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箱，先拆开来看看。这一趟呢总共有4个箱子，其中呢买这台机器搭一片 10G 网卡，然后呢它还有送一个耳机。不是，这一箱是 10G 网卡，还有要用来做 cache 的 NVMe 的固态硬碟。好，我买的是美光500G 的固态硬碟。这一个固态硬碟好像1800多块。好，然后就是这个合情的 10G 网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片 10G 网卡。最早出评价 10G 网卡的好像是华硕的那一片，红色的那一片。
但是这一片天机网卡是搭机器买的，我大概好像印象中搭机器买好像是1000多块钱吧，小小的一片卡哦 ，PCIe 的，啊，所以它可以插短板、low profile 的挡板都可以装。好，那说明书应该是用不到了。那我们先打开来看一看。哦，这个我去拿一个磁铁来吸这个螺丝。这种小小颗的螺丝一旦不见会很麻烦，所以拿一个磁铁把它吸住，比较不会掉。好，总共有6颗螺丝都转下来了，放旁边。那我们就要来把它壳给打开来了。打开来之后就长这个样子，那所以它的壳是卡片是插在这个地方。哦，这个蛮有趣的哦，所以它并不能插长板的卡。这个呢，在这边它只是一个压下来的机构，哦，是把 low profile 的卡片可以压下来的，把它固定的。所以这个应该是不能插长板的卡。好，所以我们就要来换挡板。那换挡板的话，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把这个挡板的螺丝拆下来，螺丝一样，千万不要搞丢了，吸在磁铁上面。好，这样网卡的挡片就取下来了。那把短板 low profile 的挡板装上去。好，把它锁紧了，那我们就可以来插卡了。好，归位。然后把刚刚的螺丝转回去，刚刚的螺丝应该是哪一颗嘞？应该是这一颗。这个天机的网卡就装好了。它的 NVMe 插口呢是在第一个背的旁边，我记得没错的话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把背先抽出来。那里面的构造其实很简单，就是背板。那它的脆是长这个样子，塑胶的脆。其实我是比较喜欢金属的脆，金属的脆呢，感觉就是散热会比较好一点。不过它这个是塑胶的脆，对散热可能多少也会有一点影响。好，那这个是它的背板，总共可以插8颗硬碟的背板，还蛮简单的。主机板在下面，在里面。主机板在里面，这个就看不到了。好，这个我也不拆了。好，那我们就来装 NVMe 的固态硬碟。好，那它这里有标示1跟2，这里有标示1跟2，所以显然我如果现在我目前是只有一个 NVMe 的固态硬碟，我应该是要插在1的地方。好，那我就把固态硬碟拿过来。我个人的想法因为它这个只是 cache 而已，所以我并不需要买到太过华丽、太过好的固态硬碟，普通的就可以了。好，就这样子把它插着，然后应该是这样子扣上去就可以了。OK， 那这样就安装完毕，非常简单。因为它这个距离第一个背的空间还蛮小的，还蛮窄的，所以呢，如果有 SSD 你要装散热片的话，可能就会有点问题。我们把第一个背装下来的话，它的距离我看可能还可以装可能还可以装散热片。好，这个散热片如果之后觉得想装再来装，大概有 0.5 到1公分厚的散热片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拿尺来量一下的话，我不知道这样看不看得到这样子的话，大概这应该 0.8 以内的散热片应该可以装。好，那我们就基本的配件就安装完毕了。好，那我要把壳装回去。这一边的，等一下，这边的网子怎么是封起来的？为什么是封起来的呢？理论上这应该，如果是为了进风的话，应该不要封起来啊。
我看一下，这个是右边，右边的话是 Power， 这边应该也是需要进风吧？它为什么是这边是贴起来呢？你看这边，这是机器的左边，左边这边洞是开的，但是右边这边它是挡起来的，把那个洞挡起来的，这样就蛮奇怪的。我是不是应该把它撕掉呢？看起来它是可以撕掉的，但是为什么它没有撕掉呢？我先不要撕掉，我去问问看其他人的看法好了。好，那我先把它装起来。好，这样子就装好了。好，确认一下这个网卡。OK， 这样子对那个卡榫应该是可以卡得到，不会让那个网路线很难进出，不会卡到网路线的头。好，那就把螺丝全部锁回去。一般在锁机壳螺丝的时候啊，不建议锁太紧，因为啊，现在的机壳啊没有古时候，我说的古时候大概是20年前，没有古时候那么用。它的金属呢不是用那种超硬的金属，所以如果你螺丝锁太紧的话，有可能会把它的牙锁到坏掉。所以现在的机壳不管是哪一种壳，这种金属没有那么硬，都不建议故意强迫一定要锁到很紧。基本上每一种螺丝都有它锁的扭力，锁到刚刚好就可以了。好，不要锁太紧。好，接下来就要来装硬碟了。好，那硬碟呢，我买的是Toshiba 10T 的企业用硬碟。我总共买了6颗这个硬碟哈。那这个硬碟呢，是跟我一个开资料救援中心，资料救援公司的朋友买的。那他们家叫 OSS Lab， 宏昌电子宏昌电子。那我会把 OSS Lab 的资料放在下面资讯栏。好，他们是专门非常专业的档案救援，资料救援，不止档案，资料救援公司。但是他会顺便卖一些零件，养家活口。所以呢，这个硬碟是跟他买的。那这个硬碟呢是二手硬碟，不是全新的硬碟。那这是属于二手硬碟。好，那我就要来把硬碟装上去。所以它这个tray呢，旁边有固定用的卡榫，有固定用的卡榫在这边。旁边都有固定用的卡榫，所以它是不需要用到螺丝的。那刚刚那包螺丝包是要做什么用的呢？好，我看一下这个要怎么安装进去呢？它有弹性吗？稍微有一点弹性，所以它是可以这样子压下去的。好，所以这个硬碟的话，应该就是这样子扣进去就可以了吧？弹起来了。所以这是怎么样？这怎么弹起来的呢？还是他要先把它，先把它拿下来是吧？不看说明书的结果就是处处有惊喜。好，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卡榫先拿下。它这边有一个pull字样，有一个pull，所以叫你从这边拉。所以显然这个的确是要先把它拿下来。pull是拉嘛？怎么拉不下来 ？pull， 然后把硬碟放下去。旁边有这个橡胶垫，所以有一点点防震的效果。好，把它对齐螺丝孔。好，对齐了之后，再把它这个卡榫装回去。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机构，通常装硬碟的这个tray呢，就很简单，就是螺丝锁一锁就好了。我没有看过这样子安装的，还蛮特别的。好，那一颗硬碟好了。下一颗，那这颗就有经验了，就是把它先拔起来，然后硬碟放下去，好，确认一下旁边的这个橡胶垫、防震垫没有歪掉，然后再把这个扣回去。
好，那这样就 OK 了。那我装好的硬碟先放在旁边，等一下再一起安装上去。那为什么我是买6颗硬碟，不是买8颗硬碟呢？因为我买的是8倍的 NAS 啊。事实上是这样的，因为我原本只有买4颗硬碟。我原本呢是想要用我自己的 server 把这些硬碟装上去就好了，但是结果呢，发现呢，我的 server 等级比较低一点齁。我用来做测试环境的 lab 的机器呢，它的等级没有那么高，所以呢，它的磁碟阵列呢只能做01跟10，不能做 RAID 5，所以呢，我就非常的苦恼了。如果不能做 RAID 5的话，意味着我的空间使用的空间就少很多，所以呢，我就决定还是要买 NAS。那买 NAS 呢，基于 RAID 5是 N-1颗硬碟的容量，这怎么拔不下来？从这边推呢？好 ，RAID 5是 N-1颗硬碟的容量，所以如果我是4颗硬碟的话，只剩3颗容量，也就是我只剩30T。那30T 呢，扣掉硬碟厂商的算法，我大概只剩28T、26T、28T， 差不多那样子了哈。所以呢，空间实在是少很多。如果只有20几 T 的话，会不够我备份使用。所以决定买 NAS 之外呢，再多加2颗硬碟。我存放的资料呢，从我大学时代开始，所有的资料呢都保存起来哈。那先前因为这些容量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去租用 Google 的无限空间的方案。但它既然无限空间要变成不提供了，以后以量制价嘛，以价制量，所以我就必须要从云端逃回来了。虽然说知道这是迟早的事情，但是没想到这件事情会这么快就发生。因为我才上去大概3年而已，我把资料搬上 Google Drive 才3年而已，它就要改版了。好，所以这个这个上面的这个边条要拿下有技巧，就是用手按着这个凸出来的这个卡榫，按着然后再拉，就比较好拿下来。这边也一样，顶着，用中指顶着，然后食指把它拉下来，就比较好拿。Synology 的 NAS 呢，我从很多年前就开始有去参加他们的 Seminar 那他们1年会举办一次，而且老实说，我是冲着他们华丽的便当而去的那有关他们的便当呢，各位可以搜寻一个我的好朋友的部落格，他叫做随遇而安。那我也会把他的部落格的连结放在下面。那 Synology 呢，他们的研讨会呢，可以说是完全不手软他们的便当就是超豪华的便当不管是牛排、鱼排、羊排、猪排都有，非常非常的豪华。那虽然我是冲着便当去的呢，但是当我在应该是3、4年前看到他们产品，根本就是一个小 Google， 包括它上面有协作平台，有 email， 还有包含它的 Drive、Photo、Moment 这些功能呢，实在就是一个小 Google， 放在自己家的小 Google， 所以我对他们家的产品非常有兴趣。但是碍于这个费用，而且我不想老实说，我不是很想在自己家里面就是一个开着店，随时有一台机器随时开着店这样子所以呢，我一直没有实际下手买这个 NAS。但现在因为被 Google 逼下云的关系呢，就必须自己来 host 这个 NAS 了。那没办法，那所以只好买一台 NAS 来用。那不管是群晖的QNAP 的或者是 Synology 的 NAS， 一定都有它自己的市场。但是呢，我就是去了群晖这么多场 Seminar 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们家的产品所以我就决定要买群晖的 NAS。
好，那我们这个硬体的部分就全部安装好了哦，包括这边有 10G 的网卡哦，然后包括快取 SSD 哦，再包括我的6颗硬碟。好哦，我这边忘了一个东西，很重要的就是记忆体。除了固态硬碟、10G 网卡之外，我还加装了记忆体。哦，这个记忆体呢是我一个好朋友赞助的。哦，因为这位好朋友说呢，我不要讲出他的名字，但是呢，就是他非常的乐意的赞助我这个记忆体的部分，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他。哦，这台 NAS 它预载的记忆体只有4G， 哦，那以我的使用来说的话呢，大概是不够用的哈，因为我会需要用到它的 Photo Moment 这样的功能哈。那它的 Moment 的功能呢，就是它能够做人脸辨识、分类，哦，那这些东西呢都需要用到大量的运算了哈。那大量运算需要记忆体，所以呢，我就需要记忆体。那我有一个好朋友呢，非常好的朋友，那他说他要赞助我，升级这个记忆体。好，那因为呢，其实我有收集不少的档案哈，不少的工具，那对他而言也是有需要啦，有帮助蛮大的哈。那所以呢，我在 host 这些档案的时候呢，也是会提供给他使用。那所以说呢，他要来赞助我这个记忆体的部分哈。原本他是说要赞助我硬碟哈。但是我已经买了6颗了，我觉得应该空间应该是足够的。那另外cache 的部分我也有自己买的，所以我想一想呢，就是记忆体的部分了哈。那这2只记忆体，这怎么打不开？那这2只记忆体呢，加起来呢就要1万块左右了。那所以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他，这位不具名的好朋友呢，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啊！这真是难开啊，这是故意的吗？怎么这么难开？我想要不破坏这个盒子都有点困难。好，还好没有破坏，只是折到而已。那我有听说 Synology 它的 NAS 呢，在记忆体方面呢，非常的挑，非常的挑。如果你是自己另外去买的，不是他们家厂牌的记忆体呢，有可能会抓不到，或者是用起来是不顺的情况。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我从很久以前就知道了哈。那所以呢，就是记忆体呢，就一定要用他们家的。那另外呢，他们家这一台 NAS 呢，它需要用的记忆体是 ECC 的，有 Error Correction 的功能的这样子的记忆体。好，那我们就要把它装上，这样2条8G 的加起来就16G 了。我相信应该是会跑起来会顺很多。好。预载的4G先拿下来，好，装上这个8G 的，好，不是很好拆，卡很紧，好 ，OK， 那把它装上去，好，那这个呢，我们就把它放在壳子里面。把它收起来，好，先放旁边。好，如果有朋友呢，对于我换下来的这条4G 的记忆体呢有兴趣呢，可以在底下留言。那认识我的人呢，可以跟我说你想要买。那因为这条是全新的，各位可以看到我就是一路拆箱这样下来，所以这条4G 的是全新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买回去给你的机器加装的话，我们就，如果你是 IT 的朋友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个 IT 朋友的友情价，这样子。好，这是全新的记忆体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因为我放着也没用啦，我已经插了2条，已经把它插满了。好，那就把它的螺丝锁回去。好，我注意到这里有一个。这是 console 可是它没有附 console 线呢，平常应该是用不到。那这个 console 呢，我看应该是 RS232 吧，应该是 RS232。好，那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哈。第一个加装 10G 网卡，然后呢加装了记忆体，那另外呢也加了
NVMe 固态硬碟当做 cache， 再装了6颗硬碟。好，那可以说这台 NAS 已经是变得很厉害了。好，我刚刚有实际上去称了一下哈，这台 NAS 现在目前的重量是 10.5 公斤。10.5 公斤这样子，大概这样子。然后另外呢，我想要来量一下它实际的尺寸。好，它的宽度是 34.4 公分，所以是差不多 34.5 左右。然后深度呢是 23.5，但是呢，你如果要放在一个地方，你要留它后面透气的空间，所以那个透气的空间你可能要至少抓个5公分，到10公分，是用来让它换气的后面的空间。所以呢，深度呢，你可能要抓 23.5 嘛，你可能要抓 33.5，或至少抓30公分的深度，它宽度是 34.5， 可能抓35公分至少。因为它的进风如果你旁边都挡住的话，那进风就只有前面跟左边了。我们刚刚看到右边它的洞是封起来的。好，那另外高度呢？高度必须要连这个脚垫都一起算进去那所以它的高度是17公分，可能要算 17.5 公分，17公分 17.5 公分，所以你的高度可能有一个18公分是比较保险的。前面影片我们有提到他买这个 NAS 呢，他有赠送一个耳机，是铁三角的耳机。那跟 NAS 无关，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耳机长什么样子吧。很大一箱这个是正品这么大一箱。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这种耳罩的耳机了。那基本上我是没有在玩游戏的啦所以这个耳机大概是对我来说好像没什么用处，但它是正品啦。好，看一下。我以前的确有戴耳罩式的耳机那我最在意的一点就是耳朵的这个空间，我不喜欢那个耳轮被压到，所以它的里面的高度差不多有比较保险一点，应该是 5.5 公分到6公分左右，宽度呢大概是 4.5 公分。好，所以这个戴起来的感觉呢，我戴戴看。好，我戴了一下它的确不会压到我的耳朵，但是因为我有戴眼镜，所以可能戴起来呢，这边会压到眼镜的镜架，所以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至少我的耳轮不会压到。好，那这个耳机呢，我暂时应该是没什么用处，所以我还是先把它收起来。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影片就到这里，后面就要开始开机设定。